能不能用，重点不在技术，重点在心态。重点在心态嘛，你能不能视进监狱如回家？你能不能视死如归？你能不能有那种拼搏，什么都不顾的那样子的运化？对，听不懂？对，你除非已经到了上礼拜讲的，你到第3层了，就你的脏腑之间，它自然生化，对，自然产生能量，对，你就可以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，第一段能走完就已经很不简单了。不要去想第二段、第3段。哎，我只是跟你们讲有这个阶段。可是第1段到第2段，你就要，比方讲你外长到内长，单换长到双换长，你能够正确的从单换长走到双换长的练习，就已经很不简单了。所以为什么练八卦的他们说只有一个这个长，只有单换长，因为单换长是第一个阶段，单换长是第一个阶段那能够把第一个阶段走完的人已经不多了，你要花很多的时间，所以根本没有机会走到第2段。你去看一下，就是这几派的八卦跟随祖师爷董海川的时间有多长？所以以那个时间来讲，根本不可能的。那董海川教他们也是什么？也是补其不足嘛，用八卦拳补其不足。他原来的根基是什么？原来的根基是摔跤的，原来的根基是形意的，原来的根基是这个是那个。他来学用八卦拳补他们的不足，而不是把他们打掉重练。所以是从他们的根基上面给他们增加一些东西，而不是从八卦拳的系统来从开始再从头来教。所以一般来讲，走完第一个阶段的就已经很有限了。你从那个看，只有尹福跟随董海川的时间长一点，对不对？据说是7年吧，还是几年的忘了。那他们在宫里面的时间也很长。宫保田，我师爷宫保田，他在宫里面的时间。公里的时间也很长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东西要时间来熬需要时间。你扎根，光是单换掌这个阶段，你要扎根，就需要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才能够走到双换掌，才能够走到内去的。所以大部分在那个时代，大部分大家就是讲用嘛。大家保家卫国啊，或者保乡卫国啊，保村啊，保村护田啊，什么这些都是讲的用啊，所以都是单换掌就够了，练到单换掌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往下走了嘛，就跟读书一样嘛，你要求职，是不是？你高中念完，你去练一个技术学院，或者你国中毕业。你去考一个技术学院，学一个技术出来，你找工作吃饭就够了嘛？是不是？有没有必要去上大学？没有必要。你以求职为主的，以求生存为主的去学技艺、去念书的话，你就学个技术就够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不用培养到大学。你大学毕业出来，你的谋生能力还不如一个学技术的人在社会上面的谋生能力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时代很多人读书就只是学一个技术就好，就不会去念大学嘛，更不会去念硕士。硕士出来，你们这边有硕士的没有？我不晓得啊。硕士出来也是个屁呀，
你找工作也很难呐。博士出来都是个屁。不是有的学生在美国又博士又念到博士后，现在还待在校园里面，不敢入社会，你知道吗？不敢入社会，入社会他能干什么？他不知道，因为越研究的东西越小越细嘛，社会上的需求就越那个范围太小了嘛，没有用。他到社会上去找工作很难啊，所以就一直在帮做教授的助手啊什么这样，就在校园里混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练武也是一样。很多他没有必要把一套东西走完，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个必要。他的需求就是有一个东西让他能够在社会上面，在当时的社会能够去应用，能够保证他的生存就好了。啊，所以以前很多人学武术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不是说谁比较好谁不好，那个就像我讲的嘛，你博士出来，你社会上面谋生能力不见得比那个技术学院的好啊，是吧？可是你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什么，你的完整教育，你必须要有这个，是不是？学士、硕士、博士，你一定要有这个嘛，因为你有这个，你才能什么？你才有机会，你的国家、你的社会里面。才有机会出来一个具有发明性、具有创造性的那样的人嘛，就是在理论上面能够有这样的人才出来，不能都搞技术嘛，是不是？都搞技术就像大陆被制裁一样嘛，原来都搞技术啊，都搞实用啊，是不是？基础理论比较少人弄嘛，结果人家掐你脖子就从那边掐嘛。对不对？所以学是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学习过程，一定要有这样的人出来。那你们出来能不能找到工作，或那就是各凭本事了。你的谋生能力不一定比那个好，武术也是一样。你整个过程花20年练完出来。你的实用性不见得比我只练3-5年我就能打，你不见得比那个好啊，听不懂？晓得吗？所以武术要这样看嘛。以前我认识一个，他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弟弟，他很早就在帮里面混的，那时候台湾很有名的帮嘛，他就是在帮里面，他是属于杀手的，身上好多刀疤，进监狱好几次，后来出来了，我那个好朋友介绍我认识他嘛，啊，我说我在教拳，他说你在哪教啊？我那个时候在青年公园教嘛，啊，然后我有一次我在教拳，我就看他在旁边看。啊，他们那种看看就摇头就走了，因为他们那种用的东西跟我们教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，听不懂？他们那种东西就是一种不要命的拼搏，就是不要命的拼搏嘛。我们这种东西。你说你到黑帮去，在街头上混，你要凭这个东西，你不行的。第一个，你没有那个胆，你不能抛开生死，你不能视入监狱跟回家一样。他们那种人就是这个一个狠劲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们那种用出来的东西，就跟野兽出来一样，那样子的东西，不是我们练的这样子的东西，听不懂？完全两回事啊！所以你如果要讲打斗，你要讲拼搏那个东西，就到那个环境去。
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文绉绉的学。就像你要学做生意，是不是？你义务教育完，你就到社会去跟一个做生意的人，你跟在他旁边，你这样子学出来的，可能比你读那个商学院什么学院出来的强，是吧？啊啊，就跟那个王永庆啊，什么有很多啊，这些很多企业，它全都是这样子起来的嘛。所以他们那种对市场的嗅觉，对生意的那个敏感性，是你学院出来的没有的。他们有，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环境久了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学这个东西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学问，它是经过那些东西本能性的东西，在以前就存在很久了。它不是超越的东西，它很早就存在很久了。人发挥他野兽的能力，是在很早以前长期就存在的。后来发现那个东西不行，因为害人害己，所以才把它规范研究，把它提升，变成一种有规则性的训练，才慢慢变成一种文化性的东西存在嘛，是不是？当一个东西变成一个文化性的存在的时候，它当初那个实用性就降低了，这是必然的，是不是？这是必然的，这不用去争。你买一个很贵的一个花瓶，很贵的东西，你就不舍得用啊，你就把它放在那边欣赏啊，它就失掉它的实用性了。可是你买它，你不是为它的实用性啊，它是不是可以用？可以用，可是不那么好用，听不懂？你用一把工作刀，你几百块、一两千块买一把工作刀，你干什么都舍得用嘛。你花3万块买一把人家的那个名家手工刀，你不舍得用啊，你不敢用啊。隔一段时间拿出来保养，把它弄得很漂亮，你不用嘛？晓得吗？就是差别啊。所以我们在学的东西是什么？就学通它已经经过淘汰、经过整理、经过后来发展成这样子的东西了。你遇到那种状况，你要打，你也可以打，你要转换的是什么？转换的不是技术，转换的是心态。所以我常讲，能不能用，重点不在技术，重点在心态。重点在心态嘛，你能不能进监狱如回家？你能不能视死如归？你能不能有那种拼搏，什么都不顾的那样子的拼搏的胆气？我们真正能不能打，差别是在这个地方嘛，是不是？不是在技巧啊。所以打架是一胆二力三技巧啊，一胆啊，你有没有那个胆嘛？我们一般的人都没有那个胆，因为我们顾虑的东西太多嘛。除非被逼到绝境，我那些顾虑的东西很有可能都没有了，心一狠，你才会拼嘛。我们一般人都没有到那样的境地啊，听不懂？所以这个明白了以后，我们就不会去讨论、去争论你这个东西能不能用？
啊，不会去争这个啊。你们知道美国骑哈雷机车的，是不是？骑哈雷的，你如果问他，你这个车子能不能跑啊？能跑多快啊？人家骑哈雷的根本笑死你，不懂哈雷文化。人家就是把那个车子弄得很漂亮，弄得很特殊，然后慢慢的开嘛，蹦蹦蹦蹦蹦蹦，慢慢开让别人看嘛。他把车子弄那么漂亮，他如果一下跑，啪一下跑走了，他弄那么漂亮干什么？他们是一种文化嘛，那个车子已经变成一种文化了嘛，它不是赛车嘛，不是你去骑那个Honda或者骑那个啪跑走的，不是那个东西了。所以当它发展成一个文化的时候，它就不太顾虑那个实用性了，因为那车把那么高的，像你骑那个车把那么高的，它实用吗？转个弯都很麻烦嘛，对嘛？你转个弯都很麻烦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帅啊，对嘛？那你这个是干什么？你慢慢骑，哎，街上那个回头率高啊，人家看你是不是高啊？你要的是这个嘛？还有以前那种卡瓦萨奇，对呀，快熄火又熄不了，对呀，是吧？所以当一个东西变成这个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去谈实用性。中国武术也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它已经进化到它升华到这个境地了，其他的还没有升华到这个境地。巴西那个Capoeira，它也进化到这样子的，它跟当地音乐的结合啊，它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了。可惜现在的人把那个东西又回去当做一个武技，当一个武技来发展了，是不是？而没有去发展它跟音乐之间那个优美的那个和谐性，这就走回头路了。所以人类是有一种嗜血性，好像喝瓶酒又想要嗜血。这就是和平的人嘛。像罗马竞技场为什么存在？为什么要让人跟俘虏、奴隶跟野兽、奴隶之间斗？满足那些平民的那种血性嘛。他这个在那边满足了，他在社会上面的那个冲突就会少嘛。那人类的文明走向我们台湾或者中国人这样子，我们的文明走到一个阶段，我们每一个人不愿意去看，大部分的人不愿意去看那样子的东西了，是吧？我们的文化里面不太去看那样子的东西了，说去看那种人跟人打杀那种血腥啊，very bloody fight。UFC 不是 MMA 不是很流行吗？对呀，可是他在台湾，在中国，他不容易发展起来因为中国人大部分他不喜欢那个，他不喜欢那个，以前喜欢，所以以前有斗鸡啊、斗狗啊，这样子的嘛。那后来慢慢，那都是比较下层社会的人喜欢的嘛。后来越来越变文明的时候，那些东西都不喜欢了，心会不忍。所以我们在看那些东西的时候，会有不忍之心嘛。我们有不忍之心出来，表示我们什么？我们的文明程度变高了。那些东西比较不受大部分人的欢迎了嘛。所以你看那些运动，有人想把它引到台湾来，可是都很难成功，因为你没有票房，是吧？你没有票房嘛，所以中国武术的对打后来发展到什么？像推手啊这样子的，推手到什么点到为止啊这样的东西，就这样的东西它能够展现技艺，可是
不会血腥，不会暴力，这是我们的文化里面自然的一个发展方向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，就不会被那些东西往回拉。现在等于说有很多练那些东西的人，要把中国武术发展到这边，他要把它往回拉，从精致文化这个东西往回拉，晓得吗？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。那你说他们那样子，对还错？我们要准备着那个，因为所有的高文明，所有的文明发展到高度文明的时候，它会被野蛮文明消灭掉。我们从历史上看，所有的文明发展到高度的国家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被野蛮文明消灭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它变成重文轻武了嘛，它变成重文轻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才讲嘛，文明和平要以武力做后盾，要有足够的武力嘛。所以我们练武的人要一手能救人，一手能杀人。那杀人在哪里？在心。杀不杀人在心。听不懂？就这个。那我们在文明的时代，不要把心练成那个样子。除非时代变了，你必须要那个样子。那个时候，你要把心一转，要把心念一转。如果我们在那个时代，我还想活下来的话，我就把心念一转，就杀人。如果我不想活下来，这个时代我不要活了，那我就不要转。听不懂？所以这取决在我们每一个人嘛。所以能不能打斗与否，重复，技术是最次的，心是最重要的。好，你们那个肩胛骨掌握到没有？